2026年4月10日，就在几天前，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握手了14秒。这是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相隔整整10年之后的再度碰面，上一次还是2016年的红溪会。而这一次，习近平开口就说，我们愿在坚守9·2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加强交流对话，争取两岸谋和平，争取两岸谋福祉，争取民族谋复兴，把两岸关系的未来牢牢地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郑丽文则回应说，希望台湾海峡不再成为潜在冲突的焦点，更不会成为外力介入的棋盘。听到这里，你可能已经感觉到一股凉意从背脊爬上来了。国共两党联手反台独，这到底是和平的曙光，还是统一的警钟？9·2共识究竟是什么东西？它真的能换来和平吗？还是说，这其实是一张精心包装的统一入场券？今天我们就来从头到尾彻底扒开这件事情的所有内幕。故事很长，但每一段都跟你我的未来有关，请耐心看完。首先，我们要搞清楚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郑丽文是谁？为什么是他去见习近平？郑丽文1969年出生在云林口湖，从小在台南京中3村的眷村长大。他的父亲是云南来的老兵，母亲是云林本地人。他的血统里既有外省的基因，也有本土的根。这个双重身份在后来的政治路上扮演了微妙的角色。你可能想不到，这个如今带领国民党去北京握手的女人，年轻时居然是个货真价实的台独支持者。1988年，18岁的郑丽文在520农民运动的现场，对着群众高声呐喊，国民党是最可恶的统治者，推翻国民党暴政，建立一个我们自己的国家。没错，他当年高喊的是台湾建国。他读台大法律系的时候，正值台湾民主化浪潮，他投入学生运动，参加了野百合学运，当过台大论坛社社长。毕业后，他加入民进党，当上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甚至加入了外省人台湾独立促进会。1996年，他代表民进党当选国大代表，参与修宪。他在民进党的青年部当到副主任，国大党团副总召，前途一片光明。然而到了2002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波改变了一切。涂醒哲田耳案爆发，郑丽文因为在节目上议论此事，被民进党停权处分，他一气之下退党，之后沉潜了一段时间。2004年台湾大选后，泛蓝阵营在凯道集结抗议选举不公，郑丽文担任主持人，正式转向蓝营。同年底，他以无党籍身份参选高雄立委落败，但他犀利的口才和丰富的选战经验引起了时任国民党主席连战的注意。2005年，连战亲自邀请他加入国民党。从那之后，郑丽文在国民党一路往上爬，当过发言人、文传会主委、行政院发言人、不分区立委、党团书记长。他在立法院以炮火猛烈著称，质询行政院长时经常火花四射，为他赢得了蓝营战将的形象。2025年6月，郑丽文和郭正亮、网红馆长陈之汉、北一女教师区桂枝等人成立了党外在野大联盟，扩大在野阵营的联合战线。同年10月18日，他以超过50%的得票率当选国民党主席，击败了前台北市长郝龙斌和立委罗志强等对手，成为继洪秀柱之后第2位以党员直选产生的女性党魁。这个从绿营跳到蓝营，从喊台湾建国到坚持9·2共识的女人，她的政治转变本身就是一部台湾政治的缩影。有人说她是识时务者为俊杰，有人说她是没有政治信仰的投机客。她自己说，人的想法会随着成长和历练而改变。她现在相信和平比对抗更重要。她当选党主席后，习近平第一时间发来贺电，他回电致谢，并重申坚持9·2共识，反对台独。接着，他在2026年2月重启了中断9年的国共论坛，为郑习会铺路。而他当选后接受德国之声专访时，居然称俄罗斯总统普丁是民选总统，而非独裁者，还把俄乌战争的主要责任归咎于乌克兰。这番言论在欧洲引起轩然大波。据传，欧洲各国驻台代表处一度表示不再与国民党中央互动，国民党内部也有声音担忧，他的路线如果太过激进，
可能重演洪秀柱时期党中央与民意脱节的老问题。就是这样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带着他的团队飞到了北京。要理解政协会，我们必须先回顾国共两党高层会面的历史脉络。1949年国共内战结束，国民党退守台湾，共产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双方隔着台湾海峡剑拔弩张了半个多世纪。在那漫长的岁月里，两岸经历了823炮战，经历了冷战对峙，经历了联合国席位的争夺。台湾海峡一度是全世界最危险的水域之一。这种剑拔弩张在2005年终于出现破冰。当年4月，国民党主席连战飞到南京拜谒中山陵，然后在北京和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握手，两人的手紧握了整整30秒。这就是历史性的联胡会。那一刻，全世界的镜头都对准了他们，因为这是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自1949年以来的首次碰面。联胡会之后，两党发表了5点共同愿景，确立了坚持9·2共识、反对台独的基调，开启了后来10多年的两岸和平发展期。值得一提的是，郑丽文正是在连战的邀请下于这一年加入国民党的，所以他和国共党纪交流这条路线有着深厚的渊源。联胡会之后的每一次国共领导人会面都有独特的背景和目的。2009年，朱立伦以国民党副主席身份访问大陆。2015年，朱立伦以主席身份在北京和习近平会面，即朱习会，那时双方的握手大约10秒。2016年，洪秀柱以主席身份赴北京举行洪习会，握手近20秒，习近平脸带微笑。每一次握手的时间长短、面部表情、会场规格都被媒体拿来反复解读，因为在两岸这种充满政治符号的互动中，每一个细节都是讯号。2008年，国民党重新执政，马英九上台，两岸关系进入蜜月期，双方基于9·2共识签署了23项协议，包括大三通直航、ECFA 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开放大陆观光客来台等等。那几年，台湾的观光业蓬勃发展，日月潭和阿里山到处都是陆客，农渔产品大量出口到大陆市场，两岸的经济联系空前紧密。2015年11月，马英九和习近平在新加坡举行了马习会，这是1949年以来两岸最高领导人的首次正式会面，全球震惊。两人互称先生而不是总统和主席，这个小小的称谓安排背后是无数次的幕后协商。然而好景不长，这一切在2016年戛然而止。蔡英文当选总统，他拒绝承认9·2共识，只说承认1992年有过历史性的会谈，但不接受所谓的共识。北京立刻翻脸，切断所有官方沟通管道，不再跟海基会对话。陆客观光人数暴跌，台湾的凤梨、释迦莲雾、石斑鱼一个接一个被大陆以检疫为由禁止进口，台湾的邦交国也一个接一个被挖走。从2016年到2026年整整10年间，国共高层再也没有碰过面，两岸关系跌入冰点。更严重的是，中国军机和军舰在台湾周边的活动越来越频繁，跨越海峡中线已经从偶发事件变成常态。每天你打开新闻都能看到国防部公布的共机扰台数据，这对台湾人的心理压力是巨大的。就在这样的背景下，2026年4月，郑习会登场了。郑丽文访陆行程从4月7日开始，为期6天，横跨江苏南京、上海和北京3个城市。整个行程的安排极为用心，处处充满政治象征。郑丽文访陆行程从4月7日开始，那天他从松山机场搭上海航空班机飞到上海虹桥机场，国台办主任宋涛亲自接机。这个规格已经说明了一切，北京非常重视这趟访问。有意思的是，4月7日同时也是台湾的言论自由日，纪念的是民主运动先驱郑南榕在1989年为捍卫言论自由而自焚殉道。国民党主席在这一天前往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家会谈，这个时间的巧合本身就充满了讽刺意味。抵达上海后，郑丽文搭高铁到南京，参加了在东郊国宾馆的欢迎晚宴。第二天4月8日，他率团去拜谒中山陵。就在他准备发表演说的时候，一个大陆男子突然冲出来高喊：郑丽文主席2028年下架民进党，随即被便衣公安带走。这一幕看似偶然，
但不少人怀疑这是精心安排的，目的是向台湾观众传递一个讯息：大陆民众也支持国民党重新执政。陆委会对郑丽文在中山陵的演说也很不满，批评他提到中华民国的方式遮遮掩掩，并且用革命先行者而非国父来称呼孙中山，认为这是在呼应中共的历史叙事。4月9日，就在政协会的前一天，中国在黄海北部进行了实弹射击演习，这个时间点也很微妙，一边释放善意，一边亮剑，软硬兼施是北京一贯的套路。同一天，郑丽文和宋涛一起搭高铁，从上海前往北京，途中的画面被大量传播，两人相谈甚欢的样子引起台湾社会热议，也招来不少批评。政协会结束后的行程也非常有意思。4月11日，郑丽文在北京参谒了香山碧云寺的孙中山衣冠冢，行3鞠躬礼。在寺内，他看到了2006年时任国民党主席连战种植的白皮松树，仿佛在提醒他，国共交流的这条路前人已经走过。下午，他到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参观，见识了大陆的科技发展成果。晚间，他和中共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基宁会面，然后在宋涛陪同下搭乘上海之星夜游黄浦江。在上海，他还去了美团总部，体验无人机外卖。拿到美团的袋鼠公仔后，笑说一定要带回台湾，还想把美团带回台湾。这些看似轻松的参访行程，其实都是精心设计的统战叙事，让国民党主席亲眼看到大陆的科技进步和经济繁荣，然后回台湾告诉台湾民众，看到了吗？大陆发展的多好，我们跟他们合作才是正途，对抗只会让台湾落后，这正是北京希望传递的讯息。4月12日，也就是行程最后一天，除了国台办宣布10项惠台措施之外，郑丽文还在北京饭店和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会面，提出了两岸故宫交流的构想，表示在国民党实现政党轮替后将恢复两岸故宫交流。他还去了故宫博物院参观，在院长王旭东陪同下看了约1个小时。两岸故宫的关系一直是两岸文化交流中最敏感也最有象征意义的议题之一。当年国民党撤退时带走的那批故宫文物，至今仍是北京念念不忘的。郑丽文提出恢复故宫交流，某种程度上也是在向北京示好。然后就是4月10日的重头戏。上午11点，郑丽文走进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东大厅是什么地方？这里通常用来接见外国元首或进行国家级重大活动。习近平跟川普、普丁、默克尔的会面都在这里。2005年的联湖会和2024年的马习2会也在这里。用这个场地，北京的用意很明显，就是要把这场会面拉到准国家级别的高度，会谈才武对武方式，长桌对坐。国民党这边是郑丽文、副主席李干龙、张荣恭、萧旭岑、智库副董事长李鸿源。中共那边除了习近平，还有政治局常委王沪宁和蔡奇，国台办主任宋涛，发改委主任郑乍捷。王沪宁和蔡奇都是习近平核心决策圈的人物，蔡奇是中央办公厅主任，王沪宁是全国政协主席。他们的出席说明北京把这场会面看得极为重要。值得注意的是，国民党访团中还有一个特殊人物，就是前国安会秘书长苏起，他就是“92共识”这4个字的发明者，让“92共识”的创始人亲自出席政协会，这个象征意义不言而喻。习近平的开场白先提到昨天清明节下雨，今天放晴了，看似闲话家常，其实暗含两岸关系从阴暗走向光明的隐喻。然后他直入正题，强调无论台海局势如何改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趋势不会改变，两岸同胞走亲走近走在一起的大潮流不会改变，这是历史必然。他还特别提到中华文明不可断裂，台湾同胞始终不忘跟在大陆，即使在台湾被侵占的苦难岁月，也不停证明自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份子。这句话没有点名，但明显是指日本殖民时期，把台湾问题放在反殖民的历史叙事里，是北京近年越来越常用的论述策略，目的是把追求台湾独立等同于背叛民族。有媒体观察到，相比10年前的气氛，这次习近平的姿态更加昂扬自信。过去10年，中国顶住了美国的科技围堵，在人工智慧和量子计算等领域实现了局部赶超。
经济体量也持续扩大。一个更强更自信的习近平，自然会用更广阔的视角来勾勒这场会面的价值。郑丽文的回应也经过精心设计，他提出了3个方向：致力维护中华历史，弘扬中华文化；致力增进共同福祉，推动交流合作；致力迈向美好两岸，强化民生阅历。他还提出5点主张，包括推动两岸和平发展，谋求恢复两岸协商机制，增进互惠互利，在政治互信中增进台湾国际活动空间，持续发挥国共沟通平台功能。他甚至直接建议让台湾重返世界卫生大会、国际民航组织大会，并探索台湾参与国际刑警组织。但这里有一个非常诡异的细节，郑丽文的讲稿超过3000字，但他在直播镜头前只说了大约1/3，记者们就被要求离场，剩下的内容全部变成闭门才提出。这是历次国民党主席访中以来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为什么北京不想让外界听到完整内容？是因为郑丽文要说的某些话太敏感，比如他提到中华民国，还是闭门之后双方谈的东西，不适合让台湾民众及时知道。郑丽文在会后的记者会上说，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带回台湾和平的讯息，清楚的、不模糊的、坚定的。他还透露，习近平对台湾加入国际组织的回应非常正面，说什么事情都可以商量，可以全面的积极研究配合和促成。他也提到，习近平的闭门谈话很真情流露。但外媒的记者问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会见习近平后是否认为国共两党的共同目标是两岸统一？郑丽文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引用习近平的话说，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这需要一个持续努力的过程与坚定的未来。他强调，当国民党在2028年重返执政后，才能正式以官方立场代表台湾人民，与大陆寻求一个制度化的可持续的两岸和平框架。这句话非常关键，它等于在告诉北京，你想要的东西我现在给不了，但给我2年时间，等我们在2028年拿回政权，一切都可以谈。而对台湾民众来说，这句话的潜台词是，你们在2028年投票给国民党，我就能带来和平。会后2天，4月12日，国台办主任宋涛宣布了10项惠台措施，涵盖恢复旅游、食品输入、农渔产品、青年交流、金马4通、恢复空中直航等等。国民党说，这是郑丽文带给台湾民众的礼物。这10项措施的内容值得仔细拆解。第1项是建立国共高层交流常态机制，等于把党际沟通制度化。第2项是建立两党青年双向交流平台，全国青联每年邀请20个台湾青年团组到大陆交流。第3项是推动金门马祖与福建沿海的通水、通电、通气、通桥。这个特别值得注意，因为金马4通一旦实现，金门和马祖在基础设施上就会越来越依赖大陆，政治上的离心力会越来越弱。第4项是全面恢复两岸空中直航，包括恢复乌鲁木齐、西安、哈尔滨、昆明、兰州等城市的航班，甚至支持金门共用厦门新机场。第5项是在坚持9·2共识、反对台独的政治基础上，为台湾农渔产品输入中国提供便利。注意，每一项利好都明确绑定了9·2共识这个政治前提，剩下的还包括扩大台湾食品进入大陆市场，支持台商台企参加大陆各类经贸展会，深化两岸文化教育体育交流，推动两岸科技产业合作，以及为在大陆的台湾民众提供更多便利等。这些措施表面上看都是好事，谁不希望农渔产品有更大的市场，谁不希望直航更方便？但稍微想一下就会发现问题。首先，这些措施都是北京单方面宣布的，台湾政府完全没有参与谈判。一个在野党跑去对岸谈出来的东西，能代表台湾的国家利益吗？其次，这些利益随时可以被收回去。前车之鉴就是2016年之后，大陆对台湾农产品的全面封杀。第3，也是最关键的，这些经济利益的目的是什么？是真心想促进两岸人民福祉，还是用经济手段来培养台湾社会对大陆的依赖，从而在政治上逐步推进统一议程？33会理事长林柏峰第一时间表达高度肯定，认为此次会面象征两岸重启高层对话，对缓和两岸关系有很大助益。商界的反应普遍正面，因为两岸经贸本来就是很多台湾企业的命脉，
但政界的反应就两极化了。国民党立委傅昆萁喊话民进党勇敢接球，民进党则完全不买账。故事要从更早的时候说起。1949年之后，两岸隔海对峙了几十年。到了19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和台湾解严，民间交流开始增加，贸易纠纷和法律问题也越来越多，双方都感觉到需要坐下来谈一些实务性的事情。但问题是，谁代表谁？双方都声称自己是中国的正统政府，怎么谈？1990年，李登辉总统成立了国家统一委员会。1991年，陆委会和海基会相继成立，作为处理两岸事务的中介机构。同年，大陆也成立了海协会。双方都知道要谈，但第一个障碍就是一个中国原则的问题。大陆坚持在所有文件里都要写上一个中国，台湾不接受。1992年8月，国统会通过了一份重要决议，叫做《关于一个中国的含义》，核心意思是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但双方赋予的含义不同。大陆认为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来统一后台湾变成特别行政区。台湾认为一个中国是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主权给予整个中国，但目前治权仅给予台澎金马。注意这个关键字，各自赋予不同含义，这就是后来一中各表的原始版本。有了这个依据之后，1992年10月28日到30日，海基会和海协会的代表在香港坐下来谈。第一天在文书查证的具体问题上取得了不少共识，但一碰到一个中国的表述方式就僵住了。大陆提了5个方案，台湾也提了5个方案，互相都不接受。台湾后来又改了3个修正方案，大陆同意延长半天会期继续谈，但到最后还是谈不拢。香港会谈以破裂收场，当时的媒体标题就是双方对一个中国原则无共识。但事情在会后出现了转机。11月初，海基会发函建议双方采取口头声明方式各自表达。11月16日，海协会正式回函，写道充分尊重并接受贵会的建议。这封信里附上了大陆方面准备作为口头表述的内容，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努力谋求国家的统一，但在海峡两岸事务性商谈中不涉及一个中国的政治含义，同时也把台湾方面的表述作为附件附上。就这样，双方通过书面往来，在模糊中找到了一个双方都能接受但各自解读不同的默契。台湾说一个中国就是中华民国，大陆说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承认有一个中国，但这个中国到底是谁，各说各话。有了这个默契，1993年4月，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和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在新加坡举行了历史性的辜汪会谈，签署了几项事务性协议。这证明了模糊策略确实有效，至少能让双方坐下来办正事。但问题在于，这个默契在当时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名称，媒体叫它一中各表，但这个说法里有一中2个字，让很多台湾人不舒服。直到2000年政党轮替前夕，即将卸任的陆委会主委苏起发明了92共识这4个字。他后来自己说，当初设计这个名词是为民进党设计的，希望用模糊的名词把不同看法包起来，但民进党就是不买账。所以你必须理解，92共识这个名词是在2000年才被创造出来的，用来描述1992年的那场会谈。它不是一份协议，没有任何人在上面签字，它是一个各自解读的模糊空间，而这个模糊空间恰恰就是它最大的优点，也是最大的缺陷。优点在于，它让双方都有台阶下，大家都能假装达成了某种共识，然后坐下来谈具体的事。2008年到2016年马英九执政期间，两岸在92共识基础上签了23项协议，开通了直航3通，台湾水果和农产品大量出口到大陆，大陆观光客蜂拥来台。那段日子确实是两岸关系最稳定、最繁荣的时期，但缺陷也很明显。台湾说的92共识核心是一中各表，你表你的，我表我的，我的一中就是中华民国，但大陆从来就不承认各自表述这4个字。国台办曾经直接说中国只有一个，请问如何？各表。到了2019年，习近平发表对台谈话，被称为习5条，里面直接把92共识定义为追求统一的92共识，还提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原本的模糊空间被撕开了，
露出来的是赤裸裸的统一议程。这就像两个人合开一家公司，双方口头约定各管各的，一方理解为股权各半互不干涉，另一方理解为你的股权最后都要归我。然后有一天，后者突然摊牌说，根据我们的共识，你的股份现在应该移交了。你这时候才发现，原来所谓的共识从来就不是你以为的那个意思。2020年台湾大选，蔡英文以创纪录的817万票连任。那场选举的背景是2019年香港反修例运动，数百万香港人走上街头，催泪弹和橡皮子弹成为日常。一国两制的承诺在23年之后就被打破。对台湾来说，香港就是最鲜活的前车之鉴。蔡英文那句拒绝一国两制的口号，引发了排山倒海的共鸣，让9·2共识在台湾主流民意中跌到谷底。但4年之后，台湾的社会氛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经济压力、房价飙涨、物价上涨、薪资停滞、少子化危机，再加上两岸关系持续紧张导致的军事威胁感，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让许多人开始感到疲惫和焦虑。美国那边，川普重新上台后的不确定性更是雪上加霜。川普政府一方面向台湾要求更多国防支出，另一方面又在跟中国做交易。台湾人开始担心，万一有一天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把台湾卖了怎么办？2026年3月的一份民调显示，超过70%台湾民众认为和平是两岸关系最重要的目标，要和平不要战争成为跨越蓝绿的最大公约数。但问题在于，和平的定义是什么？北京的和平是在一个中国框架下的和平统一，民进党的和平是在台湾主权不受侵害前提下的和平共存，国民党的和平是在9·2共识基础上搁置争议的和平发展。三种和平指向完全不同的方向，你到底要哪一种？国民党抓住了民众的和平焦虑，郑丽文的竞选口号就是要和平要发展。他说，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支持一个中国。他主张台湾不做麻烦制造者，不做美中关系牺牲者，要成为和平缔造者。他还公开反对国防预算占 GDP 5%，认为这已严重排挤民生社福预算。这套论述在国民党党员中引起了强烈共鸣，尤其是军公教体系和深蓝群众，他们长期以来就主张两岸应该对话而非对抗。他以超过50%的票数当选，证明了国民党内部对两岸和平路线的支持度很高。但这里有一个吊诡的现象，台湾民众想要和平没有错，但想要和平不等于愿意为和平付出任何代价。根据各种民调，超过80%台湾民众自认为台湾人而非中国人，支持统一的比例长期在个位数徘徊。即使是主张维持现状的人，也大多认为台湾已经是一个事实上的独立国家，只是名字叫中华民国而已。换句话说，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是，我们想要和平，但我们不想被统一，我们也不想改变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那么问题就来了，如果北京开出的和平条件是你必须接受一个中国，最终走向统一，那台湾要不要接受？如果不接受，北京动武怎么办？如果接受，台湾的民主自由还保得住吗？这是一个没有完美答案的两难困境。但国民党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他当选后，前国民党主席赵少康公开呼吁新主席要加大改革力道，降低消除亲中力量，否则党议会与民意脱节。高雄市议员邱于轩和白乔英也表达了忧虑，说不希望被贴上亲共支持统一的标签。台南党团发言人蔡玉辉更直接说，郑丽文能胜出是因为军系人多，不代表他的路线获得广泛认同。国民党面临的核心困境在于，他们需要9·2共识来维持跟北京的沟通管道，但大多数台湾民众对9·2共识的理解和北京的版本天差地远。根据多项民调，有将近一半的台湾民众认为9·2共识的意思就是一边一国，而不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换句话说，很多人连9·2共识到底在说什么都搞不清楚，这怎么可能成为两岸和平的基础？而且国民党内部的路线之争也从未停止。郑丽文代表的是党内主张积极与大陆互动的一派，但也有不少国民党中生代认为，党应该更加本土化，更加贴近台湾主流民意，而不是一味的靠向北京。
前主席朱立伦在位时就试图在亲中和本土之间找到平衡点，但并不成功。现在郑丽文走了一条比朱立伦更鲜明的亲中路线，短期内或许能巩固深蓝基本盘，但长期来看，是否会把中间选民推向民进党，这是一个巨大的问号。2026年底的地方选举将是第一个检验点，如果国民党在地方选举中表现亮眼，那郑丽文的路线就会被证明是正确的，他在党内的地位也会更加稳固，2028年的总统大选也会更有底气。但如果选举结果不如预期，那党内的质疑声浪就会排山倒海而来，甚至可能出现路线大转弯。更微妙的是蓝白合作的问题。郑丽文当选后，民众党主席黄国昌第一时间致电恭贺，双方表达了合作的善意，但民众党的立场跟国民党有微妙的不同。柯文哲时代的民众党曾经提出两岸一家亲，但也强调台湾主体性。黄国昌接任后，路线尚未完全明朗。如果蓝白两党在两岸议题上的立场差距太大，所谓的在野联合就只是选举时的权宜之计，难以形成真正的政策共识。而如果两党为了联合而在主权问题上做出更多让步，又可能激怒本土派选民，反而帮了民进党的忙。这就是台湾政治最吊诡的地方，每一步棋都牵一发而动全身，每一个选择都有代价，每一种路线都有支持者也有反对者，而在这个分裂的社会里，要达成任何共识都难如登天。政协会的时间点绝非偶然，它发生在5月川协会之前。北京的盘算很清楚，先透过政协会向全世界展示两岸和平对话的选项是存在的，把自己塑造成和平促进者，然后在川协会上对川普说，你看台湾自己的在野党都认同两岸一家亲，你就不要再干涉了，不要再卖武器了。欧亚集团的中国事务主任萧嫣然直接点破了这一点。他说，北京希望借由政协会重新界定台湾和美国的政策选项，说服川普对和平统一表达开放态度或延后对台军售，将自己塑造为和平促进者。华尔街日报更是发了社论警告川普，说习近平无疑将利用郑丽文访中一事，向川普灌输台湾是中国家务事，台湾许多人向往统一的论述，希望川普别上当。社论还指出一个极为关键的细节，习近平希望美国从目前的不支持台独改为反对台独。这两个词听起来差别不大，但政治含义天壤之别。不支持是一种消极立场，意思是我不鼓励你搞独立，但你要搞我也不一定会管。反对则是一种积极立场，意思是我明确认为台独是错的，是不被允许的。如果美国真的把政策从不支持改为反对，那等于把台湾定位为中国的一个叛乱省份，北京就有了更充分的理由来合理化武统行动。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在政协会后的表态也很值得玩味。他说，美国欢迎两岸交流，但同时强调台湾不需要在对话或下组之间做选择，两者并不冲突，可以同时进行。他还特别提到，期待北京能和台湾所有政党，特别是民选领袖保持沟通管道。这句话的潜台词是，北京只跟在野党谈，不跟民选政府谈，这本身就不正常。台湾总统赖清德在政协会当天以《台湾关系法》47周年为题发文，强调向威权者妥协只是以主权与民主做代价，不会换来自由，更没有和平。他呼吁在野党尽快通过国防预算，表示台湾今年的国防支出按北约标准已超过 GDP 3%，目标在2030年前达到 5%， 并提出为期8年400亿美元的国防特别预算案。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的措辞更为严厉，他直接说，政协会的本质是中共领导人透过会见国民党领导人，将台湾从世界舞台抽离，放入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一中框架，把台海和平的国际关注污指为外力介入，让台湾沦为消灭中华民国被统一的政治道具。陆委会也发表6点声明，指国共两党的共同政治基础是意图消灭中华民国。郑丽文提出的和平框架就是统一框架，两岸和平的制度化就是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国民党当然不接受这种解读。文传会主委尹乃菁反批赖清德装睡的人叫不醒，指两岸关系不是国与国关系，而是大陆地区与台湾地区的关系，叫赖清德别自欺欺人，否则你就废了陆委会和海基会。有这个胆量吗？
那么我们必须问一个最根本的问题：92共识真的能换来和平吗？支持者会说，看看2008年到2016年，两岸在92共识基础上交流频繁，经济互利，没有军事冲突，那不就是和平吗？反对者会说，那种和平建立在北京的恩赐之上，当你听话的时候，他给你开放观光客和农产品市场，当你不听话的时候，他一夜之间全部收回去，这不叫和平，这叫驯服。更深层的问题是，92共识的模糊空间正在被压缩。1992年的时候，中国的 GDP 只有美国的1/10，军事力量也远远不及。那时候的中国需要用模糊来换取台湾的合作，需要用善意来争取国际社会的理解。但到了2026年，中国的 GDP 已经是美国的70%左右，它的军事实力在亚太地区已经对美国构成了实质性的挑战。人工智慧、量子计算、高超音速武器、太空技术，中国在很多关键领域已经实现了局部赶超。一个更强大的中国，还需要继续用模糊来维持现状吗？答案很可能是不需要了。习5条已经明确把92共识定义为追求统一，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也摆上了台面。对北京来说，92共识不再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安全阀，而是推动统一进程的第一块跳板。你先接受92共识，然后我跟你谈和平统一，最后实现一国两制。这条路径非常清晰，看看那10项会台措施的第5条措辞，在坚持92共识反对台独政治基础上建立沟通机制，为符合检验检疫标准的台湾农渔产品输入中国提供便利。也就是说，每一项经济利益全部绑定在92共识这个政治前提上，你接受我给你甜头，你不接受一切免谈。今天给你开放农渔产品，明天你不听话就全部禁掉。这跟过去10年大陆对台湾的做法一模一样。这种和平建立在对方的恩赐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平等的制度之上。它真的是和平吗？还是只是一种更精致的控制？而且一旦你的经济开始依赖大陆市场，你的政治选择空间就会越来越小。台湾的农渔民如果把主要市场都放在大陆，将来北京要求你在政治上让步的时候，你敢说不吗？台湾的航空公司如果大量开飞两岸航线，将来北京要你站队的时候，你能不站吗？经济依赖是一把温柔的刀，它不会一下子割断你的喉咙，但它会慢慢让你失去抵抗的力气。这就是为什么香港的经验如此重要。一国两制在1997年回归时承诺50年不变，当时邓小平信誓旦旦地说马照跑，舞照跳。前10几年看起来确实还行，香港维持了司法独立、新闻自由、集会自由、选举自由。香港人以为自己可以在一国的框架下保留两制的空间，但从2014年雨伞运动开始，北京的手越伸越长。先是限制特首候选人必须经过北京审查，然后是铜锣湾书店事件，接着是逃犯条例引发的100万人上街，最后在2020年直接祭出国安法，反对派被清洗，独立媒体被关闭，苹果日报停刊，立法会被改造，自由的香港从此不复存在。从50年不变到面目全非，只用了23年。如果你觉得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会比香港版好，那你不妨问问自己几个问题。香港在回归前就已经有了完善的法治体系，独立的司法制度，自由的媒体，活跃的公民社会，结果都挡不住北京的意志。台湾虽然有民主选举，有军队，有台湾海峡作为天然屏障，但如果你主动走进一国的框架，你还守得住两制吗？更何况北京给香港的是一国两制，但从来就没有正式承诺给台湾的会是什么版本的一国两制。习近平在习5条里提的只是要探索台湾方案，具体怎么探索，台湾有多少自主权，军队怎么处理，这些核心问题从来没有人谈过。郑丽文说要寻求制度化的和平框架，但制度化的前提是双方对等谈判。一个核武大国和一个2300万人的岛屿能对等吗？但另一方面，你也不能假装威胁不存在。中国每天都有军机和军舰在台湾周边活动，灰色地带的侵扰已经常态化。如果两岸完全没有沟通管道，万一发生意外或误判，后果不堪设想。从这个角度看，维持某种程度的对话确实有其必要性。所以问题从来不是要不要对话，而是在什么条件下对话，
以什么身份对话？对话的目的是什么？国民党主席去北京谈，代表的是一个在野党，不是台湾政府。北京跟国民党谈得再热络，也改变不了一个事实，就是台湾的民选政府是民进党，而北京拒绝跟民进党对话。这种选择性的沟通本身就是一种统战策略，目的是分化台湾内部，让台湾人民觉得只有国民党才能带来和平，从而在下次选举中把票投给国民党。台湾现在站在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前方有3条路。第一条是接受9·2共识，换取经济利益和暂时的和平，但风险是一步步被拉进统一的轨道，最终失去选择的自由。第二条是拒绝9·2共识，坚持主权独立，靠国防实力和国际盟友来维护安全，但风险是经济承压、外交孤立，甚至军事冲突。第3条是维持现状，不统不独不武，但现状本身正在被改变，中国越来越强，美国的立场越来越不确定，时间到底站在谁那边？每一条路都有代价，没有一条路是完美的。而更残酷的是，台湾的命运从来不只取决于台湾自己的选择，它取决于美中博弈的走向，取决于习近平的野心和耐心，取决于川普的盘算和交易，也取决于日本、欧洲和整个印太地区的战略布局。想想看，就在正习会的同时，全球的地缘政治版图正在剧烈重组。中东局势因为美国和伊朗的冲突持续动荡，欧洲因为乌俄战争仍未结束而疲于奔命，美国川普政府正在推动全面的关税战和贸易壁垒。在这种情况下，北京选择这个时间点跟国民党高调互动，一方面是为了在5月川习会前抢占有利位置，另一方面也是在测试各方的底线。如果全世界都忙着处理自己的问题而无暇顾及台湾，那台湾就更孤立，而越孤立的台湾就越容易被迫做出让步。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的态度如此关键。如果川普在川习会上为了某种交易而把台湾当作筹码，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华尔街日报社论说得很直白，如果川普想成为太平洋和平缔造者，最佳突破口不在北京，而在台湾。美国应该加速军售，推动武器共同生产，并明确表态，台湾不会成为川习会的谈判筹码。但川普会这么做吗？没有人敢打包票。回到台湾内部，2026年底就要举行地方选举了。国民党希望透过政习会塑造和平形象，在选战中打出跟大陆对话就能带来和平繁荣的牌。民进党则会继续打主权牌和反中牌，强调国防自主和美日同盟。台湾民众最终会用选票做出选择，而这个选择将深刻影响2028年的总统大选，进而影响两岸关系的走向。政习会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台湾社会最深层的焦虑和分裂。你可以说郑丽文是和平的使者，也可以说他是统一的推手，你可以说赖清德在捍卫主权，也可以说他在阻断对话。但不管你站在哪一边，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当旁观者。郑丽文在记者会上说，要带回和平的讯息，清楚的、不模糊的、坚定的。但讽刺的是，9·2共识这个东西本身就是建立在模糊之上的。当年苏起发明这4个字，就是为了创造性的模糊，用模糊换来的和平能走多远？历史告诉我们，模糊有时候是一种智慧，因为它让双方都有台阶下，都能维持面子。但模糊也可能是一种陷阱，因为当有一天对方决定不再模糊，要摊牌的时候，你可能已经没有退路了。而从习近平的种种表态来看，那个摊牌的时刻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来得更快。也许真正的答案不在接受或拒绝9·2共识，而在于台湾能不能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一条既不向威权妥协，也不盲目对抗，既维护尊严也争取和平，既保持与世界的连结，也不忽视对岸的存在的路。但这条路到底在哪里？恐怕没有任何人能给出确切的答案。我只知道一件事，在这个充满不确定的时代，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认真思考，我们要把自己和下一代的未来交给谁来决定？是交给北京，交给华府，交给政党，还是交给我们自己？这个问题也许才是政习会留给我们最重要的思考。我最后想说一件事，在这次政习会的整个过程中，有一个画面让我特别感慨，那就是4月7日郑丽文出发的时候，松山机场外面同时出现了2群人，一群是台湾激进
时代力量、经济民主联合等团体在抗议，喊着郑丽文不能代表台湾民意，反对未经授权的两岸协商。另一群是支持两岸对话的民众在集会，喊着透过交流促进和平。两群人隔着马路对峙，大声嘶吼，互不相让。这个场景就是台湾社会的缩影。我们在同一块土地上生活，说着同一种语言，吃着同样的卤肉饭和珍珠奶茶，但对于这个岛屿最根本的问题，我们到底是谁？我们要往哪里去？我们却有着截然对立的答案。也许在所有关于9·2共识、关于统独、关于和平与战争的辩论之前，台湾人自己得先回答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在内部达成某种基本的共识，不是关于两岸关系的共识，而是关于我们自己的共识。我们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我们愿意为这种生活付出什么代价？我们的底线在哪里？如果连这些问题我们自己都回答不了，那不管是9·2共识还是什么别的共识，都救不了我们。因为真正的力量从来不是来自外部的协议或框架，而是来自内部的团结和意志。一个团结的台湾，无论选择哪条路都有底气；一个分裂的台湾，无论拿到什么协议都守不住。这才是正习会真正应该敲响的警钟，不是统一的警钟，也不是和平的警钟，而是团结的警钟。